来看看国际议题，这集这个看到美国耶诞夜大家怎么过？昨天我在信义区看到人满为患，大家都在过节，好多人山人海。但是其实，在以巴这里却不是的。昨天又有难民被轰炸，造成了这段时间以来最严重的伤亡。而甚至在美国呢，因为大屠杀期间，有很多的民众平安夜去上街啊，他们没有办法过平安夜或过圣诞节。全美很大的城市，很多的城市都在响应挺巴勒斯坦这边的民众，跟纳坦雅胡长谈，拜登却没有提要求停火吗？是不是还要继续挺战事呢？传出来不止这场战争，俄乌战争其实连普京都想要结束了，却是美方不愿意松手，让乌克兰没有办法脱离战争吗？两边的战争打到底对谁有好处呢？再来看看美国在想办法做的是什么？北极极地地区，今天这个《经济日报》相关经济财经新闻的标题都是航运，因为红海危机，这个运费飙涨了10倍之多，所以大家想，其他的通路可以往哪里走呢？美方这里在北极地区大规模的在扩大主权的要求，甚至俄罗斯这边强调说，单方面扩大北极的边界不可接受，所以他们不满嘛，只会导致紧张局势嘛。美军扎了180亿在阿拉斯加这附近建这个深水港、航母啊，各种吨位可以船只都可以通过啊。而现在中俄却来极力的一起合作开发航道，当然是你看已经有最新的这个航道出来啊，这个航线如果取代红海的这个沿线的话，就有可能2023这个北海航线已经有7次航行的情况之下，取代了现在可能有危机要调涨10倍的这个航运的位置啊，就有可能取代了吗？那当然，拜登现在被说选情告急，一直我每次都听到说媒体做出的最新民调最低点，就现在一直在探底啦，又有最新这个被福斯新闻封为拜登是2023年主要的失败者名单。为什么呢？民调又已经只到39是8任总统在竞选期间中最低的，还低过了川普。原因是什么？包括他副总统任内的时候，曾经涉嫌贪腐，还在被调查当中；还有支持以色列，现在跟全球的人权立场都已经相反了。还有当然他的年龄问题。所以呢，拜登被问到民调如何，他的表情是这样被说五官纠结啦。那各种的白宫宝座危险的论调来了，其中关键州的民主党担心拜登拖累，甚至有好几个州说准备要把这个摇摆州共和党要禁止把拜登列入参选选票的名单，这当然是应对川普有被一个选票州判决说不让他列入名单。那现在这种民主的选法，只有拜登跟川普，然后互相搞来搞去的摇摆州显然这个选情可能比台湾还要复杂。亮哥来看看在以巴冲突，美国这个大包袱显然拆不掉这个炸弹，拆不掉了，因为显然，这个包括以色列事实上也有做民众的民调那他们都认为要打到结束，75%那美国的犹太裔反而不一定那么坚定他有左翼有右翼嘛那华尔街日报就是一面倒，跟以色列一样就完全支持以色列那华尔街代表什么？你当然知道就是拜登的金主所以拜登这个时候要对以色列施压是非常困难的。他事实上主要是跟以色列说，你可不可以在3个礼拜内结束那之后就不要再做大规模的攻击这样可是你看，就今天传出来的嘛，不是有以色列大概15个士兵被打死，就表示哈马斯还是有一定的反击能力那这个就很麻烦因为以色列认为会打到明年2月。至少，而且搞不好还有，我们叫做隐藏的图谋他搞不好是真的想要清空巴勒斯坦人，也不是说全部啦，就尽量把他赶到西奈半岛，能赶多少就算多少。他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图谋，那这个事情就严重了，这可能就会拖蛮久的那拜登事实上面对的危机不是只有以色列啦，还有俄乌战争呢。对对不对？那乌克兰明年1月就没钱了嘛，结果现在拜登异想天开他就在想那个俄罗斯不是被冻结了3000亿吗？再交给他们他就说这个美国这个600亿共和党没过嘛那欧盟500亿欧盟也没过嘛，那不行乌克兰明年1月就没钱怎么办呢？
而且泽伦斯基还说要再征兵50万，我觉得他简直就是疯了啦！我不知道他征兵50万，大概平均年龄是几岁啊？那各种武器的操作，我真的不知道他到底要怎样啊！我觉得现在的最大的悲剧就是泽伦斯基跟纳坦雅胡都不想放手，因为他们两个只要放手就要下台，所以他宁可让战争继续耗着啊。比如说泽伦斯基是最明显的。今年10月国会就停止选举了，那明年3月他还要让总统不要选举，因为他现在民调是落后啊，严重落后啊，他现在民调只有32，他选一定输的啦。所以啊，然后你美国又拿不出钱来，所以美国现在异想天开，想要把俄罗斯的那个央行的资产啊。叶伦反对的，他要来干。对，叶伦只是一种意见，叶伦反对，他认为会违反法律。那叶伦也不是反对，他说要国会通过法律啊。那拜登是接受了另外一群幕僚的意见，说这个国际法上可以了啊。他就说国际法有一个叫做 countermeasure 啊，叫反制啊。那因为乌克兰被攻击嘛，那他现在想到的是说，把3000亿作为一个履约保证账户。然后让乌克兰拿来当做担保，然后乌克兰就可以发行公债，那美国的金融机构就可以去买乌克兰的公债。那未来如果20-30年呢，乌克兰可以还这笔钱，那再把这个钱还给俄罗斯。你知道我的意思？这是他的如意算盘呐啊！不过我跟你讲啊，他如果这样干啊，我认为俄罗斯会做出他想象不到的动作了。事实上，普京已经回话了。他说：“你如果冻结我央行的资产，我就跟你断交。”你想一想，美俄如果断交，后面难道就只有断交吗？我认为后面就会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事情会发生了。比如说，他可能开始提供军事技术跟武器啊，提供给北韩啊，提供给伊朗啊。就到处制造你的各种压力。虽然现在也提供，但没有那么明目张胆，对不对？没有那么容易啦。我跟你讲，这个，我觉得拜登真的是异想天开啦，不能这样干啊。所以看我们有个平安夜、平安日可以过，比起看以巴，比起俄乌，已经是相对幸福。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台湾要选举了，那么美国明年年底也要有一场选战，总统大选对拜登来讲被福斯新闻列入2023年主要失败名单，民调又创了新低。其实这个民调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因为美国人很重视这个时间，因为他是再过1年就要投票了。那拜登现在是39%，在川普的时候，他同样的时间是45%，那么奥巴马差不多43%。那有的民调它不一样，但都差不多是比拜登还要高啦，都是显著的比拜登还要高。那像克林顿啦、小布希啊，都是超过50%的。所以说，拜登这个低民调的确对于他明年选举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悲观的预期。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到是什么？就为什么他的民调会这么低？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说，他民调低的一个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居然是因为以色列，他支持以色列。然后，所以因为他支持以色列，特别是30岁以下的这个年轻人就反对他。然后他们反而很多人转而支持川普，这非常吊诡啊！因为川普是最强力支持以色列的，川普还支持以色列，还因为以色列的关系，因为以色列的这个政府的立场，把他的大使馆迁到这个耶路撒冷去，那时候惹恼了很多的阿拉伯的这个国家。那结果现在居然是拜登要承受大家对于所谓美国过度支持以色列的这个苦果，所以这个当然，因为你是执政者，可能就没有办法。另外还有一些其他因素，比如像什么学生贷款的问题，因为这个东西当然牵涉到的问题就比较复杂一点。有一些美国人就认为说，这个做法好像他们觉得不公平，对已经交的人不公平。那还有其他事情啊，包括说政府的补贴案也好啦，整个经济的问题。但其实整体来讲，美国经济还算可以，可是因为它也是一样面临高通膨的这种。物价的压力，所以对于美国的这个一般的人民来说，当然他就会对经济不满啊。所以整体来说，其实拜登现在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到底会变成是卡特还是雷根？那我觉得这比较像是在中间啦。可是因为卡特那个时候的确，就大家也不觉得卡特有什么大的问题，但是他就缺乏那个对选民的吸引力。那川普
就有可能像是当年的雷根，可是因为川普又不是那个雷根那种非常讨喜的形象，而是非常极端的、非常强烈的那种形象，所以说到底谁会是雷根，谁会是卡特？我觉得这当然还要看明年的变化来讲。但我认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说，拜登最伤的事情就是，不管是以巴战争也好啦，或者是经济问题也好，其实他打到的是美国，就是民主党的基盘了。就年轻人也好，自由派也好，其实是非常，就是很多人是很同情巴勒斯坦的。那他们就觉得说，以色列这个军事行动太过分了。那特别是我们看到圣诞节的时候，又有这些圣诞夜又有这些轰炸的情况，所以当然就会伤害到这个拜登。更何况在4年以前，还有非常多的阿拉伯裔的这个美国人是支持拜登的，所以这些加总起来，当然对拜登是带来很大的冲击。选情危急，又会拿抗中来做选战的这个武器呢？那我们可能就要更担心了。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美国挺以色列挺出问题来，但现在以巴冲突显然就停不下来呀。我觉得根本就不会停啊，因为很明显的，大家没有注意到吗？过去以军对自己的伤亡不太讲，他最近为什么一直在公布自己的伤亡？其实就是在告诉你，我们也死了很多人啊。哈马斯是一直在对我们产生攻击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更去压制他，就快要成功啦，所以不能够半途而废啊。这就是纳坦雅胡的主轴，他就一直在搞这个东西啊。对，基本上就是这样，他就想尽办法要煽动以色列的民族主义。所以我觉得，当领导人本身就是往这个方向去走的时候，你说这一场战争要尽快结束，我认为是不可能的。而且对纳坦雅胡或者对以色列右派来讲，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因为他们一直就是想要把巴勒斯坦人全部赶出加萨走廊。你要去哪里，那是你家的事。他们的想法是很单纯，就是这样，反正你不要在加萨走廊就好。可是他们没有想到的就是，第一个，国际社会真的可能眼睁睁的看他们这样做吗？你看前2天那个，就是关于这个加萨走廊这边人道救援的这个，美俄都投了弃权的票。选情有变化了吗？起风了吗？还是台南要变天了吗？这个是说赖清德在台南选情有没有可能有变化哦？这个是南铁这个案子，我们刚刚上一节特别讨论到，明天早上10点钟将有一场记者会，这个院方已经要帮，已经被预告说，你已经直接要帮赖清德给脱罪了。当时起诉书曾经清楚的写到，由官方所审查的过程有包庇的嫌疑，目前在院方直接就要轻轻带过了吗？当年在台南铁所创造的仇恨值，最后2天会不会大爆发？他也呼吁大家自发性的去现场声援。先听听当时黄春香这户被破千户，如今他怎么看赖清德？前里的拢是咧对付完的，恨不得我们早点消失那一种感觉。一个小小的市民又不能怎么样，只是一个家。我这个家是有所有权状的，我不是讲凊彩迄落的呢。你今天所有的权状给我税金照纳，地价税照纳，该缴的我都有缴。王鼎武搁向的每个立委陈廷辉、马虾那个陈清海那个资料都还有的，他们都是一致的反对铁路东移啊！我现在每一个人跟他们讲都不理我，被迫投降啊，宁愿留一口气，然后看这个政府怎么倒，怎么报应啊那样。除了他看报应他刚刚也讲到了一个，在内部其实不同的立委有不同的意见，可是没办法，最后就是硬干啊，硬把他们搬走了。现在赖清德他自己房子却出了问题，除了台南之外，屏东这里也有一些变化吗？赵少康到东港去大造势，他强调石斑鱼可以外销到大陆去受到了双方两岸之间的沟通跟审查的机制里头，他强调是苏清泉的功劳，要让石斑鱼可以恢复外销大陆没有那么简单，重点是鱼苗成长到药检这个机制要安全，每个环节都要注意。辛苦了1年多，他强调是在帮屏东的石斑鱼业者打出了一条生路，所以屏东这些选情，其实上次现场选举就已经产生了微妙的变化，有没有可能再变天呢？但今天早上有个最新的消息是，挺郭台铭当时要选。当然，虽然他后来没有登记，帮他做联署的屏东县议长周点论妇女
早上被带走了。现在最新的发展到底有没有被声押等等的，我们还要持续观察。有最新消息也帮大家 update。不过目前说全案侦办当中，也有挺过的人。我们之前一起讨论，最后选情关键有没有可能有其他的关键因素？现在都要把这个因素降到最低嘛？把曾经支持人都要来做追杀嘛？那当然，很多人联想到就是因为17号晚上侯友宜到屏东造势的时候，是谁站在他旁边？就是周点论妇女是不是害挺国民党被收押？收押对不对？大家自己判断，是不是有政治破坏？他帮相关的人去喊冤报屈的时候，结果现在自己也被抓去侦办当中了，不知道后续会怎么处理。所以在屏东这里，是不是有地方集结要给潘孟安教训的这个状况？昨天我们也谈到了关于苏孟纯针对了这个地方前的自己同志，用这种图来把他被这个上手铐的画面来做羞辱的看板，反而苏正清的这个支持者又有各种绿营的反扑的票吗？那另外国家机器动起来厉害了包括了王宏威爆料的是，公股银行们动起来了呀。这个群组是由卓荣泰所作证，公股银行们都由谁决定啊？政府决定谁派谁吗？所以呢，得听话呀。在这个群组里，信赖金融名单从合库一银上到董事到分行经理都有。他干嘛？他居然是吸收大学生到校园带风向。侧翼网军青年选票，刚刚前一段我们谈到了，现在是民进党最担心的，所以今年没有催票嘛，没有车票折扣嘛，没有让年轻人回乡嘛，但是用这个方式到学校去带风向，帮赖清德救青年选票。官股银行是谁的？官股是谁补助我们纳税钱呢？这样公器私用嘛？那当然，卓荣泰是出来否认，他说：“哎呀，这个信赖金融是各地从事金融支持者的基层干部所组成的啦，没有任何金融机构的高层首长。”那王宏威提出来一些影片，还有一些对话的证据。那群组内这些成员，当然还有董事长级的，还自己承认搞直播社团、搞网络社团，这也是要跟上面表功劳啊！我有帮你参选做事嘛？那以至于当然，现在整个各种的粉丝团里面说赖神桃园造势万人响应，结果搞了半天是在网络上想要带动的年轻人风潮，或者是看起来造势的好厉害的样子，好棒棒。实际上呢，在分析很多地方上的人来看，却只有900人到场吗？那或者是在帮赖清德造势的时候，空拍机排完字。完成了环岛，人就跑光了，然后就没有人了吗？那这是代表着赖清德现在选战的大危机。亮哥，其实他这个是2种手段一个就是司法手段就好比那个台北市41个里长被约谈嘛，那也有被收押的，高雄的也有对，那这个就是周点论他们就被带走嘛这个选举选到用司法手段。那就表示已经风声鹤唳了啦，就是鱼死网破，表示这个地方真的是担心会输啦，对，所以才会都用到这种手段嘛，对不对？那如果屏东也这样的话那就不，因为苏清泉事实上他上次只输一点点，没错那这一次像潘孟安，他应该是他的侄子吧苏孟纯不是那个苏正清说错了就是用这种方式来打真的是过头了啦。这个，因为我以前也帮苏正清站过台他有很多都是非常基层的，就是挺他这个人的民进党的一些基层那你这样，因为国民党在这一区是礼让嘛，所以这个坦白说，真的有机会会翻盘因为如果惹出这样的情绪那人家觉得你是不是太过分了那用这样来。把那个苏正清司法迫害苏正清那个事情有没有犯罪，那个另外再说。我是说他文宣用这种照片，就是自己同事来侮辱他，对，用这种照片这个真的坦白讲，选举很少人选到这个程度了。那王宏威那个我们刚刚讲的是说，一个是司法，然后选得很严厉了风声鹤唳。那王宏威这个很明显就是有人爆料嘛，就是做了成员。做得太明目张胆了那卓荣泰说没有没有高层当然不会找现任的嘛，所以他是找前任嘛，就合股同信的董事长前任
那可是怎么会嚣张到建立群组啊？坦白讲，这个东西我以前也碰过，因为我在财政委员会啊，没有人在用群组的啦。表示不怕呀，你群主那泄密还得了？表示他们真的是你这个就是明显的傲慢啊用国家的金融机构来帮你助选呢、是你怎么会用群主呢？我以前因为我当过2届的财政委员啊，没有错啦，政府会透过公营的那个金融机构来帮执政党的立委拉台，这没有错啊。比如说聚餐啊，那让你去跑通啊之类的啦啊。可是不可能用群组啊，用LINE的群组，这个简直就是明目张胆到无所谓了啦，真的，对不对？所以当然，哦那王宏威当然就会有人去跟他爆料嘛，因为不可能公务员都是你的人嘛，怎么可能？可是他用这个LINE的群组就表示他无所谓了，所以你看这2个啊，我觉得都给我一种同样的感觉啦，就是他在用国家的权力啊。一个是严厉啊，我就直接约谈你的庄脚，直接约谈你的重要的干部啊，我不管了啦，你动不了了，不管了啦，反正1月13号就要选了啊，所以砍断你手脚啦，断手断脚啦，硬干啦，就硬干啦。那姿势不好看也干了啦，因为群主比较快啦，变成这样啊，就是不讲究姿势的优雅啦，或者是不要那么明目张胆，目的达到就好。是，所以刚刚为什么插话讲个司法迫害，是因为我刚好在看一个最新的消息，就是说周点润妇女不是被带回去了吗？副议长卢文瑞跳出来讲话了，因为现在这个司法程序还在进行当中。但是副议长卢文瑞说，你清晨6点半跑到人家去搜索，你看这几波里长的搜索约谈都一样，都6点半赶紧弄门，我的挂名杀金哈，6点半去搜索你家，然后把人带回去。他认为这个就是政治破坏，他扬言会发动抗争到底。彬哥。我要帮检调讲一下话。其实检调通常会遇到这种都是特别选凌晨搜索票对，发到半夜啊，他就故意的一早拿到啊，他故意的。你看之前侯汉廷跑不掉，侯汉廷、王炳忠他们那个也是这样啊，他就故意发那个时段，让你，因为他一发完签完之后，然后他拿到你等于说你只要一拒绝，你等于就是抗传嘛，抗传我就可以抓你啊，就是这样，因为我时间已经过了。其实他们每一次都用这一招啦，这个算是一个技巧，就是这样。那你可以拒绝夜间侦讯，可以啊，但可以啊，是清晨就当然可以啊。6点半就没办法拒绝，所以他就是故意跟你搞这种时间差的游戏啊。那当然，你说这是不是恶质？其实他们对一般的歹徒也差不多都是这样搞这样，所以这是他们的一个技巧。可是问题来了，就像亮哥刚刚讲的，正常你在选战的关键时刻，你这样做是会冒很大风险。因为其实你这样会让人家观感极差，会觉得说你是不是政府真的黑手伸进来了，整个故意要用司法来打压。那他们会在这个时段决定这样做，就表示情况真的急迫到他不这样做，可能没别屏的招东、。台南这个地方，对，所以必须要用硬干的方式来这样处理。所以这个基本上出来就是两面刃了，因为除非你有本事直接获得法官首可，直接把他羁押。你要是让他没有办法羁押的话，你让他出来，接下来你觉得周点论会怎么讲？对，他一定会动员所有人反你的啦，这个100%的啦。所以这个风险其实是非常大的。那民进党会出到这一招，表示屏东的选情真的非常危险。一定是这样子，不然的话不太可能会去用到这一招。那台北这边反而是相反，台北这边呢，他为什么要去搞那几个里长的麻烦？一方面当然是也是想要去影响选情，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里长相对没有像周点论这么大咖嘛，他希望造成一种寒蝉效应，就是这些里长这个时候不敢再去帮徐小新或帮国民党这些人，对，就不要表态，然后不要去当他的调阿咖，这样就可以。他的目的是这样，所以每个地方采取的动作不一样。可是我必须说，民进党会用到这一招，表示这一次选举他们真的已经没剩什么招数，那他们就非常非常危险，因为赖皮寮这个事情已经完全失控到他们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因为刚好陈志小教授为了南铁东移这个已经奋斗好几年了，那他这一次刚好趁赖皮寮这个机会出来。那我们刚刚看那个影片，你有没有听到那位女士她讲什么？我的房子都是合法的，我都是有建造，我也缴地价税，什么我都缴，赖清德都没有结果他们要被拆，赖清德好还在那边，而且还一副讲的自己很无辜的样子。
这个会其实造成强烈的对比，你知道吗？那会让很多人不甘愿，甚至连洪恒珠、苏家全老婆都跳出来讲了，说我们当年那个是合法的，对不对？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现在连民进党内部自己人都看不下去，更不要说一般的民众。那我真的到现在我也想不通，就是他们为什么会选择用这种处理方式？我只能说，这可能就是赖清德的人格特质。可是这个人格特质哦，恐怕会成为这次选战的关键，因为我觉得这整个选战已经被倒回来，去年就是整个民进党为了林智坚的论文去跟整个学术界硬干的那种感觉了。那真的营造出这种感觉，我觉得民进党今年的选举恐怕会非常难看。涂教授，就是国家资源用在哪里，我们纳税钱用在哪里，国安人员的违法使用，现在连公股银行的使用都还要吸收大学生到校园去当工读生、当网军、到摄影，有没有太离谱了？这个蔡英文很早就讲了嘛，国家队该出动的时候就该出动。原来这是国家队，这就是国家队啊。所以说，其实为什么国家队会让很多人觉得很怀疑？其实很多长期支持民进党的一些经济学者，其实对于国家队也是有保留的，因为这个跟过去很多经济学家认为的这种自由市场的这种规律哦，其实是完全相反的。但我们现在在选举前，我们看到的是从政治角度来说，国家队就是就是执政党可以去操纵，而有利于长期执政的一个工具了。这个才是国家队在政治上最大的一个危害。如果政党没有办法定期的轮替，那么就会造成新的威权现象，就会造成政商关系的这个冻结，就是长期化。这种长期化这种勾结的关系一旦长期化，其实就很难以去制衡，就会发生很多其他的问题。那当然回来就是讲到这个政商关系这个部分哈，所以。第一，我们看到在蔡政府时代是出现很多什么问题？第一个就是它不是原有的公营公司，它是怎么样？公营公司再转投资，再转投资。那这种转投资的情况下，就会发现很多产业它是不断重复的投资，比如像说资安这个领域，现在政府又成立一个什么资安研究院，可是呢，在这个资策会底下又有什么台湾资安铸造，就有这些转投资的公司，它都是所谓的泛公股的公司。那这些其实最后造成什么？就是造成政府的手不断向外延伸。我们就不要讲其他我们看不到，最起码我们看到泛公股就造成这种现象。其实台湾的泛公股很严重啊，有的人说，有的私下统计说，台湾的泛公股的企业已经占到我们 GDP 40%。所以不要看那个政府网站说只有7家国营公司，不是的。因为很多的泛公股它是散在各行各业，而现在就看到这个危害。最后，我想花一点时间讲那个石斑鱼。我觉得石斑鱼是一个很重要的案例，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今天我们要看到的是政府过去怎么处理石斑鱼。去年石斑鱼被禁的时候，政府提出来政策叫做“斑斑有石斑”。结果很多人说，那我们的石斑鱼到哪去了？其实最可怕的事情不是小朋友的桌上、小朋友的营养午餐里头没有石斑鱼，而是什么呢？而是那些厂商为了要满足政府随口说出来的政策，人仰马翻，价格也低，价格混乱，然后呢要去弄大的鱼，找不到大的鱼，然后呢这些你底下菜单不断的改，你那个团膳业者叫苦连天。现在就发现到今年说，大陆的依赖减少了，但是呢90%都销到了香港去。所以其实还是一样嘛，完全没有办法。基本上来讲，这个石斑鱼的这个重新恢复出口到大陆，其实就是提醒我觉得是对蔡政府最好的一个提醒。你只是动员民粹，你没有真的拿出办法来解决农渔民的问题。政府无能的时候，民间来做，又要说你中共同路人了哈。观众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首先介绍这一节跟我们一起讨论大白话国际国内议题的来宾，第一位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哥，大家平安。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台大政治系教授左正东老师，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们又要回来讨论这个幽灵违建了哦。赖清德的老家赖皮寮啊，我也真的大家都不明白到底为什么，所以大家最后不是有讨论到，难道真的是为了风水吗？不然没有必要处理到现在，连郭办。这个赖办再出来澄清，都还被打脸。那现在赖皮寮变成大家的笑话哦。Google 我们讨论过地图上面的照片，查出来本来在扫地的阿兵哥们啊，或者是国军们不见了，而且直接模糊掉。巧芯呢，徐巧芯当然就拿这个来哭手，把自己在
建筑前面的照片也给马赛克掉了，当做一个讽刺。他说，民党好像很气去赖皮寮打卡，为了不让党不开心，只好顺应国家机器来一张隐形斗篷赖皮树致敬。我个人觉得超过100分呐哦。可是其实我自己个人有个朋友，他也是放假无聊跑去这个建筑里面打个卡，然后还拿了扫把说啊，现在没有阿兵哥了，现在只有扫把。结果呢，一个一般人也被网军出征哦，出征到他害怕删掉为止。可见这个话题在网络上多被民进党的网军所害怕。那么比较过去前拜登美国发生过这个事情啊，当拜登到以色列的特种部队去会面啊、慰问这种画面。清晰照被公布出来之后被轰，因为可能会危及到相关人的安全。最后呢，赶快删文道歉，也把这些人马赛克是码哪里？脸部、面部不要被辨识，或者是之前飞弹阵地曝光，国安单位这个飞弹阵地是国家机密啊，真的是不可以被发现，所以 Google 地图协调把它打马赛克。现在不是呢，现在是全部只要你不喜欢，通通可以码掉吗？那酷手的图就出来啦，讲对岸不利的，你会消失，或者是 Google 街景图赖皮寮特勤人员也会消失，是谁要求码的嘞？国安局吗？他们已经说发文否认了哦。绿侧翼呢？还是终于有发挥功能的数位发展部呢？不知道，但的确整个码掉的感觉真的很像幽灵照。那网络上的讨论是说，赖清德老家的违建争议在新北92年后的新建物，因为他们发言人出来说是47年就存在老建筑，又一直被打脸嘛。他到底是操弄自己是弱势受欺负的一方，把邻居拖下水，还在硬凹？但财产申报不实已经20年了，在联合报的分析认为就没有资格选总统了嘛？这已经有诚信的问题啦。从1999年到现在的空照图，每一张图或土地登记证，通通都证明了这个跟赖办所发言的内容不符，而且隐匿20几年起造的这个建筑呢，如果还知道羞耻的话，就不要躲在弱势的其他矿工邻居的背后哦。20年来，宁可藏着违建，也不愿意申请税籍，明明可以合法，想尽办法去让它合法申报的，为什么？就是不想缴税吗？平民老百姓要缴，为什么你可以不用缴？所以现在才会有各种建案的哭手广告图嘛。赖皮寮200坪大基地，100年一遇，最强建筑，万里赖皮寮，赶快海景第一排，树海第一排嘛啊，还有甚至这个不是 Google 那个验证图吗？选取图片含有50年公寮的所有照片，还真选不出来，哭手的很多。那最后又讨论回风水，为什么？因为大家都一样嘛，不理解到底为什么危机处理到今天还在硬凹，莫非真的是因为龙脉吗？最好笑的是，真的现在有风水老师出来分析了，这个我不是风水专家，尝试着帮大家解释一下。意思就是说，在整个风水龙脉图里面呢，后面有山，不是还有95至尊的水吗？可是其实他的父亲双亲葬在哪里？是在万里的第一公墓。离这个延绵下来的五指山龙脉呢是枝干，所以中间呢已经经过了一个中台禅寺，没有连过来，已经先有一穴了，然后现在又有另外一穴，最后到了金山这个地方，就另外等于有3个龙穴，所以这个叫做什么呢？支龙之气不如原先那么强啦，龙脉不够强，所以才要用主错来过气啊。前有青龙过明堂，背靠2座的双金星落脉等等的，要庇应子孙发财可以啦哦。但风水老师说，如果要靠自己登大位有难度，只能借势得利。所以风水老师分析说，恐怕只有副总统，没有总统命吗？那为什么这么护着老宅，怎么样也不愿意面对问题去拆除？就说因为得靠老宅加持才有登大位的可能，想办法把风水急过来。五指山另外一只干龙往左行，如何结穴，就是赖皮寮所在之地。而在这个老师分析里面，到底是81号、84号，今天有一些新的澄清跟证据出来，但是他说最旺的地就是84号，也就是这块地紧邻在这个空间里头，有山有河，这块地方才是最旺的，有半月池有6道出口的6扇门，叫做皇帝风水格局。亮哥，我们连续讨论几天风水但就是因为不可思议，到现在为止，他的违建仍然成为大家苦手的目标，而在赖清德副总统办公室的部分，仍然没有面对问题回答。这个风水韩冰是专家了，没有。这个赖清德
财产申报不实，不过这个房子好像是他儿子的名字儿子的名字应该是不用申报，应该是申报配偶哦。如果是直系亲属要直系申报，亲属直系亲属要申报，嗯，那他都没有申报。其实这个联合报写这文章，主要是在讲说，他盖这个房子并不是原来的矿区用地啦，而是另外买了一块旱地啊。那明明就不是你父亲长大的地方嘛，那你还要去那边扯怀念父亲啊，所以给人家感觉就是有点演太大了，就是矫情啦。实际上他买这块地，把它盖成一个比较好的房子，就是因为孝顺母亲嘛。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啊，而且我也觉得这样做没什么不对啦，那只要面对相关的法律问题就好嘛。可是他不是这样解释的啊，他这个问题是自己捅大的哦，因为他就是因为有某某人啊说他是什么矿工之子啦，哦，写了一本书啦，厚到700多页，真是吓死人啊。那他就想要来编这个神话啦，说我就是怀念我父亲啊，所以在原来的公寮的地方，我这个就地改建这样，那结果人家查一下不是这样，就是真实的状况是你买了一块旱地，然后新建一个房，那没有经过合法的程序啊，可是主要是因为孝顺母亲嘛，就2003嘛，可是之后你都没有处理啊，从2003一直到现在你都没有处理。那你从立委干到台南市长，干到行政院长，干到副总统，通通都要财产申报，可是你却不认为这个有问题。这个联合报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这个部分20年就是说，你怎么都不会觉得这样有问题啊？那因为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你怎么这样还要去掰？你在怀念你父亲啊？现在还在掰是47年就存在的建物。我知道啦，我的意思就是说，事实上他那个新盖是2003才有的啊，民国92年一下就被啪啪打脸。对啊，所以就讲实话就好了，这么困难啊？就是你是不是要刻意去塑造一种假象啊，让大家好像跟着你的故事走啊，然后说啊这个是苦出身啊，怀念这个早亡的父亲啊。然后孝顺啊，这样一路过来啊，那结果就发现里面被人家抓漏洞啊，就越来越多嘛。那后来会发现那个违法的部分还真多啊，不只是新建房屋过程有违法，连维安特勤也有违法，对不对？那维安特勤他到现在也没有解释啊，这都是人民纳税钱。我跟你讲，那个国安局的解释才好玩呢。国安局说，因为我们副总统说他要公益信托啊，所以他以后已经不会去这里了。奇怪，你怎么会做出这个推论呢？他公益信托还没有办呢，那你国安局为什么可以立刻做出这个推论？我们推论，赖清德既然说已经要公益信托了，所以他以后不会再去这里了。你真会推论呢。这国安特勤你是怎么推论的我怎么推论不出这一句啊？赖清德如果完成公益信托，那当然就变成第三方啊，那就不是这个副总统的房子嘛。不然姚立明还出来讲半天，说住所跟居所都要维安特勤，那你怎么打姚立明的脸呢？你就说不通那国安局为什么会做这个推论？我讲白了啦，所以我就严重怀疑是蔡英文震怒，因为这个东西蔡英文不一定知道细节嘛。那结果发现，哇，你维安特勤搞到这样啊！那因为维安特勤是总统府管的嘛，所以总统就下令立刻给我撤掉，就是这样啊。这比较合理的解释是这样嘛。结果国安局还要这边扯半天说哎呀不是啦，是我们推论赖副总统以后已经不会来这里了实在是太厉害了。我很难想象国安局会做这种推论一定要副总统本人跟你讲，你才能这样去定位嘛。说这个地方我不会再来了，那可能要有白纸黑字啊等等啊，你才会撤哨嘛。公文对不对？就是说你到处都是起人疑窦的一些作为啦。那当然还包括现在谷歌
竟然还有人消失了，然后国安局又说跟你没有关系，哦，真厉害，竟然有办法改谷歌的图啊，这不知道是谁的权利啊。谁好像感觉国家机器动的真的是厉害了、哦。斌哥又要来帮我们谈风水了吗？这个风水，不管之前多好，现在看起来非常不好。现在自从被冠上赖皮寮之名之后，就好不起来了。那我是觉得这整件事情，其实我觉得这整件事情真正我觉得可笑的地方是太荒唐了，也就是根本不应该这样处理的。可是所有在处理类似事件里头不该犯的错误，赖清德大概全犯。因为正常，连于天大哥被他们逼的付出，第一句话就是什么？如果是我就跳跳。连他都觉得这有什么要这样硬凹呢？如果你听于天大哥，你赶快把它拆一拆，根本就没事了嘛。就这么简单的事情，结果你拖得越久，事情越大，不就这样吗？然后今天已经荒腔走板到拿户口名簿出来跟人家空拍图在那边盯，我就不知道。有人拿户口名簿去证明那块地长什么样？你原来在哪个位置？户口名簿是可以证明什么？你到底在讲什么？然后今天更扯，户口名簿被打脸之后，公布内部照片，那内部影片啊，不是照片，已经有影片。内部影片又怎样啊？你公布了内部影片之后，它就不是违建了吗？他证明说他不是豪宅，他只是一个普通的老房子。要有土地权状，是啊，要有建号啊，你还是一样是个违建啊？那到底差在什么地方？所以而且我说你公布了内部照片之后，更坐实的一件事情，它绝对不是以前你们所说的那个公寮，不就是这样吗？公寮怎么可能长这个样子？你在骗鬼啊！他不是罗浮宫啦，但也不是公寮啦。对啊，所以你们这不断的自己打脸自己，这样很好玩吗？这件事情我以为最多到上个礼拜就应该结束了，结果到这个礼拜19天选战倒数。我跟你讲，继续燃烧，而且是赖办自己想要让它继续烧下去。我第一次看到有人这样操作，真的超神奇耶！那一个去帮他马赛克这些随扈影像的人啊，真的越帮越忙。你本来不去码也就算，你码成这样，不是更好笑吗？本来你可能是风水宝地，现在变鬼屋，因为看起来蛮恐怖的、啊，对不对？本来有人突然之间不见了，那你这什么风水不是全部被你败光光了吗？所以干嘛做这种乱七八糟操作？但是我必须讲，我本来觉得是无稽之谈。但是我看了个半天哦，包括他父母的坟墓的所在地，就是万里第一公墓，包括他自己的现在老家，他们特别，其实那也不是他真的老家，就他84号这边为什么旁边要造这个井，为什么要造这个半月池，还有为什么要有22名随扈，不是那个特勤在那边站岗，我觉得这真的很像是在摆阵法。我怎么看都很像，不然的话，你告诉我这个地方到底有什么神奇的地方，需要22个人在这个地方？他自己今天让大家进去拍说，我们这个根本就不是什么豪宅，我们家很小，一层才10几坪，就表示那22个人进去，一个人连1坪都挤不到。可是好几栋啊，所以这说不通嘛？你到底有什么理由要搞这么多人在这个地方？它到底有什么重要性？唯一可能的重要性就是这可能是个阵法。是不是连数字都是凑的？因为你看他地刚好买228坪，对，那人数又22啊，养的鱼，对啊，你又养锦鲤，九黑请问一下五花，，这到底在干？那是风水鱼吗？还是要帮你挡煞？还是要带什么运？所以这一切看起来都非常非常奇怪。那我只能说，其实正常的情况下，就像于天大哥那样处理，拆就没事。可是现在赖清德显然不打算拆，而且准备继续硬凹下去。然后说我本来很担心，就是说这个礼拜没话题了。亮哥本来说选前3天哭着去把它拆掉的，现在看起来没有这打算。我认为不太可能的啦，因为你选前3天又去把它拆掉的话，那你怎么去讲什么公益信托啊，讲这些东西就很难了嘛。你那个谎这掰不回来了嘛。所以我认为看起来赖清德是想要硬凹到底。那你硬凹到底，我非常欣赏，真的就是要硬凹到底。赖清德要做个有 guts 的男猪汉，对不对？就一定要跟他尬到底，绝对不能拆哦，谁拆谁是小狗。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呢？教授，对于一般民众来讲，我怎么可能不缴税？我怎么违建已经被发现被检举了，然后还检举邻居，然后就说我没事，怎么可能呢？基本上这个赖清德的这个房子是4无的房子，第一个无建造，第2个无缴税，第3个无申报，第4个无信托。因为根据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第7条，这个5院院长、正副总统，还有包括直辖县市首长，都需要把他这个自用以外的房屋都要强制信托的。那么当然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如果你是成年的子女，
你在你成年子女的名下，那当然你可以回避这个规定。可问题是他的成年子女，他的子女成年，这个也没有那么长的时间呢、因为这个房屋已经存在非常长的时间了。所以我刚刚讲的是四无的房屋，那么这个四无的房屋其实就凸显了，我认为不只是法律的问题、诚信的问题，这两个问题都是担任国家领导人最基本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条件了。就你守不守法，第二个你讲话算不算数。可我觉得不只是这两个问题，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他很偏执的性格。我想于天出来讲，应该不是民进党第一个人出来讲吧，只是第一个公开的人讲。我想私底下应该有不少人都劝过他吧，但是到现在为止，我看他还是没有改变啊。那这个其实在他上一次讲说公益信托之后，这个火越烧越旺，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那你看他偏执的这个个性，我们看到其他什么事情呢？比如像过去232天不进议会，比如像对于南铁东移的这个事情，他的处理的方式，其实你会发现到他真的在这一方面，我认为是另外一个很让人担心的一个政治性格哈。就他认为要这样做的事情，其他人很难让他改变。包括你看他对中华民国的态度也是这样啊。你看他连那个有些美国人说啊，你就是学习这个蔡英文的讲法，就是说遵守中华民国宪法跟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他怎么样都不愿意讲。到现在唯一有一次大家去查，就是说哦，赖办的发言人有发过一次这样的新闻稿，他不讲就是不讲。所以你看啊，小至他自己的房子，大至国家的这个两岸关系，关系所有人生命安全的事情，他就是这么样的固执。我觉得这个才是从这一件这个所谓的房子的事情里头，我觉得让人很担心的事情。当然，今天这个房子会烧得这么严重，其实不只是因为他个人的私德的问题，也不只是他政治性格的问题，还有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现在大家都很关心的高房价的问题。过去这几年，尤其是在蔡英文的任内，特别是在新冠疫情之后，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加上这个俄乌战争的影响。那现在其实房价已经成为所有年轻人的一个心理的痛啊！大家要看到房子望屋兴叹，然后呢，因为房价涨，连带的我们的生活的这个费用其实也跟着水涨船高，万物齐涨嘛。那房价是最显著而且最严重、最夸张的一件事情。结果呢，你在这件事情上，居然让我们看到你的一个违法，看到你一个不诚信，看到你的一个没有去看到人民在这个高房价下的痛苦，而你自己却有这样子的一个所谓以公寮为名的一个房屋，那当然会让人民有非常非常大的不满。然后在这个时候，你居然还可以继续坚持下去，继续硬凹下去，那当然人民看不下去了。